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今天节目大主题，伊朗在关心到的是10枚的飞弹狂轰在约旦的基地，再来看到包括了 MQ9 被狂轰下30架惨变移动的标靶美军的 MQ9 死神无人机，再来是来自于最新的消息，军事专家分析中伊铁路被炸是不是来自于以色列的动作呢？纳坦雅胡趁乱再点火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今天3位来宾，我们先欢迎清华大学讲座教授张延廷张将军。思密好，大家好。台北市议员侯汉廷议员。主持人好，大家好。陆军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今天节目开始，记得帮我们按赞、留言区，希望跟我们互动，写下思密你在哪一个城市收看，看到热推荐记得按下热推。再次的提醒观众朋友，环球大战线的主频，我们现在有会员频道了，欢迎按加入来加入我们的这个会员频道当中的一份子啊。今天的每一战士来带观众朋友特别看到的是这一次的3个火线话题，等一下请来宾特别帮我们做解析。伊朗首次的把弹道飞弹打进了在美军的约旦基地，美军中东基地现在是不是全面暴露，更加的危险了呢？美军现在看起来从打伊朗已经升级成要切断中俄援伊的一个命脉了吗？好，第二件事情我们要来看到的是 MQ9 死神无人机遭到伊朗击落，现在呢，根据初步统计，已经有30架了，损失对美军来说超过10亿美元。曾经称霸中东的这个美军王牌战机，成为伊朗的猎物了吗？第三件事情，以色列继续的轰炸伊朗的南部，并且爆料者说呢，伊朗现在密谋暗杀川普，这个是爆料是来自于这个媒体的爆料，说这个以色列跟美国说啊，伊朗要密谋暗杀川普，纳坦雅胡这么做是要为了阻止美伊走向停火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好，这一次美伊的冲突再次的升温，伊朗革命卫队在昨天再次的发动了第2波的报复攻击。这一次呢，我们上次谈了嘛，上一次是锁定包括了巴林还有卡达、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首度的这一次扩大到了约旦的美军基地，所以现在看起来是不是美军基地都覆盖在危险的射程当中了呢？这一次，伊朗它一口气发射了10枚的弹道飞弹哦。当然了，这个大使馆在当地是紧急关闭之外，包括它也射向了阿兹拉克的空军基地等等哦。再来，我们来看到为什么这个空军基地这么重要呢？因为这边驻有美国空军第332远征联队之外，我们看到它里面有非常多最重要的战机，包括了 F-35、F-16等超过有60架以上的美军军机都在这个基地当中，是美军反恐重要的一个重点基地，也是呢它在西亚的美军指挥中心，所以特别的重要。这也代表呢等于伊朗正式的警告美国说，冲突再升级，那么你所有的目标范围就会涵盖整个美军的基地了。再来，这次美军的攻击特别的重要的另外一个关键节点就在于它的攻击范围已经到了伊朗的重要交通设施当中。这一次我们要特别关心到是它炸的这个铁桥哦，是中伊铁路的重要节点，长度超过了1万公里的铁路，是中国陆路连通的要道。俄罗斯也会用这条路线来向伊朗运送它的货物，也是中国大陆北京推动“一带一路”的一个重要支柱。现在来自于军事专家的特别分析，他说呢，这样子的一个炸中伊铁路的计划是来自于以色列的行动哦，这是来自于军事专家。我们刚刚收到了一个最新消息。好，我们先来节目一开始请教汉廷怎么看的。伊朗的第2次反击，首次的向约旦美军基地发射10枚弹道飞弹，是要对美国展开报复吗？这一次美军或者是说以色列炸毁中伊铁路桥梁，是刻意斩断中俄对于伊朗的战略支援，还是以色列怕这场战争就此打住了？汉廷怎么看？要先说打约旦阿兹拉克基地它的真正价值呢，不仅在于它是不是美军最大的基地，而在于它的位置因为约旦呢在伊拉克、叙利亚、以色列、沙烏地阿拉伯之间，是美军中东空中行动很重要的侧翼跳板。
所以呢，过去美军的很多机型呢，都曾出现在相关的基地或者是轮调部署。所以伊朗这一波的讯号，其实就是以前呢是打波斯湾沿岸的什么卡达、巴林、科威特，现在呢打到了约旦，就是把美军的后方变成了战场的前线。第一关键就是反制美军的空袭能力。美军对伊朗的打击呢，就依赖侦察、加油、电子机这些战机前进部署。那伊朗能打到阿兹拉克，等于是我不是只盯着轰炸机飞来的那一刻，而是盯着你背后整套作战的流水线。第二呢，伊朗他也警告地区的盟友，要告诉约旦、卡达、巴林、科威特，你可以不是参战方，但你的土地让美军来使用，我伊朗就会把你视为战争整个网络的一份子。所以我打美军，同时呢也压盟友。第三，伊朗也要消耗美国的防空资源的。约旦呢拦截了8枚，表面上看，这个你看伊朗也完全没有这个打穿啊，也没有说这个重都有效啊。但反过来看，伊朗也是迫使美军跟盟友不断的开雷达啦，然后要不断的去拦截弹啊，要有高度的戒备啊，要让大家非常的紧张啊。所以战争本来就不是每一拳都打死人，但是至少能够让你每一晚都睡不好觉。因此呢，它不是在求彻底的摧毁，而是也要制造更多的不确定性。你不知道我接下来要打哪里吧？你不知道我接下来打不打吧？所以整个状态又恢复到一个更加不确定的情形。那第二，我们看美军的这个炸铁路桥虽然说它到底是不是要刻意要斩中国大陆跟俄罗斯的什么道路呢？目前没有明确的直接证明，这个只有大家的推论。但毕竟最后所呈现出来的效果是这个样子，它到底是不是以此为目的不知道，但是呢，大家来看结果上好像是这样。毕竟目前这一条铁路桥它第一个它本来是战略的补给线，因为伊朗就受到海上的封锁跟空袭压力，它的道路交通本来就非常重要，所以从中亚里海方向进入伊朗的通道呢，那当然会承载很多可能军民两用的物资嘛。而第二，这也是中俄伊连线的象征节点，所以美国如果不能够完全来阻止大陆跟俄罗斯在外交上支持伊朗，它可能就透过军事上的方式，桥一段会至少让你的效率下降，转运变慢，对美国来说也是釜底抽薪。好，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刚刚也看到了嘛，这个 MQ9死神无人机对于美军来说非常重要，它是中东反恐战场上面的空中利器哦。不过呢，从2月份美伊战争开打到现在，竟然已经被击落至少30架，对美军来说真的是付出了一个沉重的代价哦，损失金额超过了10亿美元。当然了，所以呢，五角大厦已经开始思考了，说，干脆以后我们不要买这么昂贵的武器了，这么高端的武器了，以后买这种低成本、大量而且可以快速消耗的新型无人机好了。刚刚同一个问题，张将军又怎么看？另外来关心到 MQ9的部分，对于美军来说，是不是现在已经变成了伊朗的一个标靶了？张将军怎么看 ？MQ9B 它这个功能蛮多的，它可以这个挂载这个电子光学相机，也可以在夜间出任务的时候可以挂 IR 的这个我们讲的红外线，红外线感测器。另外一个，在如果云层比较厚或能见度并不好的状况下，或者特定任务，它可以挂合成孔径雷达，就是雷达照相，它可以，它多功能。所以那飞机是飞机的钱它不要忘了，它装备的钱是另外一个钱。所以你刚才讲的那个钱还要更多，因为它挂的是装备，那装备有的时候那个有价值不菲。那它的好处是个多功能，它也可以飞得久，它最远可以来回的话，总共的里程可以飞到将近9000公里，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好的空中侦察的装备。但是它有缺点，它的缺点就是它速度慢。你看它这个将近4公吨，它如果加满油，如果加挂载的话，甚至可以到5公吨。它就一个螺旋桨，涡轮螺旋桨。这涡轮桨拖着那么重的东西，它能够飞多高？大概它的执行任务的高度大概就是5000公尺到8000公尺。它最大的升性也只能到12000公尺，所以高度不高。那你要侦察高度不高，你高度不高，你就要抵近一点。因为你高度高，你可以远一点看。你高度低的话，你就近一点看。那刚好就是这个伊朗的地对空飞弹的射程之内，而且它的速度慢，这种它又不会有空战动作，那你这样的话很容易被地对空的飞弹，哪怕是中程地对空，甚至短程的地对空，都会对 MQ9B 形成威胁。而且MQ9它不逆中，所有都普勒雷达都看得到它，它又慢又不逆中，这就是它的缺点。
那就被这个伊朗可以这个预化它的整个 MQ9B 的任务的飞行线，在那个地方埋伏几个点做拦截狙杀，所以 MQ9B 它就很容易就被击中。那它的这个电战装备好不好？我认为它可能有的时候电战装备只是一般的这个电子反制装备，并不是一种高端的电子反制装备。为什么？因为它只是侦察机，它上面又没有人在人控制，人只是远端操控，所以它的这种反应力是比较慢的。那就很容易被狙杀。所以在这一次的美国跟伊朗战争中，美国算是损失最多的空中装备就是 MQ9B。好，这是美军的战损的部分哦，它的战机，尤其是 MQ9B，它战损非常的严重。那我们来看到这一场美伊战事一直持续到现在，关键节点也是包括说以色列到现在啊，不只是美国持续轰炸伊朗之外，以色列占有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它也是持续的轰炸在伊朗的南部地区。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包括呢，现在有许多斡旋的势力都介入，像是卡达、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跟沙烏地阿拉伯，但是呢，真的有效吗？因为我们看到伊朗南部再次的传出了爆炸之外，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嘛，中伊铁路也被炸。美国呢说，这件事情不是我们做的，但是呢，军事专家也开始做分析，说很难说，现在看起来最有可能的恐怕还是以色列做的，因为呢，纳坦雅胡最近又表态了，他说无论美伊是否达成核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这是一件事情。另外呢，《华尔街日报》更是披露呢，以色列最近跟美国爆料，他说伊朗正在策划要暗杀川普。没有想到川普现在看起来是真的怕了川普对外喊话说，确实他们想要除掉美国领导人。到目前为止，我算是有一点幸运，但是川普也说了，我不知道我这个运气可以维持多久，可以持续多久？请教厉将军怎么看？目前纳坦雅胡是想要刻意的引燃战火吗？就是这个中伊铁路被炸跟以色列到底有没有直接的关系？第二件事情就是说，以色列是不是希望在这背后美伊战事继续的推波助澜？那厉将军怎么看？我们知道这次川普在这个安卡拉的北约峰会里面2次的失言第一次失言，他是将日本说成伊斯兰日本共和国；第二次失言，他是将泽伦斯基说成普丁那大家可能把它当作一个八卦来看，可是我觉得川普这个时候可能他完全心不在焉，甚至于六神无主，所以才会犯下这么严重的失言。那他什么事情在让他六神无主，这个进退失据了？我觉得就是伊朗这场战争，他要脱身，他现在脱不了身。那有2个国家不让他脱身，一个国家叫伊朗，第2个国家叫以色列。那伊朗是用什么方法不让他脱身？就是说你现在来讲，在荷姆兹海峡这边你以后60天的目前来讲停战的60天之后来讲，那荷姆兹海峡的掌控权要在我伊朗的手上，你必须要按照我规划的航运路线来走，你不让我不按照我规划航运路线，这个北边的拉拉克岛来走的话，我就用无人机攻击你。那所以说，这个伊朗很明显，他要扩张他的战果，他要借着这个军事的行动来扩张他，来变成他60天之后谈判的一个成果，就是他获得荷姆兹海峡的掌控权。那另外一个国家不让他离开的就是以色列，以色列讲得很明白。这时候，我们知道，在2月28号开战，不就是以色列拉着美国去打伊朗嘛？本来双方都已经在日内瓦谈得好好的，那突然这个以色列去怂恿川普，那川普也是自己也是无能啦这个平常讲，他真的是判断错误，就跟着以色列去打伊朗，打完以后陷入这场战争的泥淖，到现在脱不了身。他现在很明显的要脱身，但是以色列这时候不让他脱身。我们讲这2天虽然说美国跟以色列互相打来打去，我用一种方式来形容就是大概就是你推我一下，我踢你一脚，跟小孩在打架一样，其实都在打皮毛，而没有真正伤筋动骨。那这次为什么说这中伊铁路被炸会引起国际的重视呢？因为这就不是这个互相你推我一下，我打你一下。我们看到美国跟伊朗彼此互相说，我打了80个目标，我打了几个目标。不过平常讲，那都不是很重要的目标，真的重要目标是中伊铁路。因为中伊铁路为什么重要？它是补给线。它是伊朗很重要一个补给线。打仗
就是打补给线才是重点。那第二个呢？第二个我觉得这个中伊铁路被炸的地方在哪里？你要知道，美国现在的林肯号航空母舰，照川普自己所讲的，它已经退后了205公里。那来回来讲的话，飞过去再飞回来就400多公里，也就是它作战半径少了200多公里。那美国的航母有没有可能去对这个中伊铁路做轰炸？这就要打上一个问号。第二个，美国来讲，我们都知道，它 B-52轰炸机已经撤离了。它不但 B-52轰炸机撤离，它加油机也撤离了。那试问一下，美国有什么空中的武力可以如果它没有空中加油的能力，也没有这么长的作战半径，它怎么去打到中伊铁路？从这2个，我认为说是以色列来讲，对这个中伊铁路打进补给线，就是希望将这个美国拖入这场战争，让伊朗战事继续升级。那回到我刚刚所讲的，就如果说这个前1个礼拜，美国跟伊朗互相打来打去好像是小孩子在互相你踢我一脚，我推你一下但是这中伊铁路被炸，就像是拿一把扁钻直接去戳人家的这种要害一样。所以，那当以色列希望借着炸中伊铁路，让美国继续卷入这场战争，也让在这个伊朗国殇的期间呢，哈梅内伊这个办理丧礼的期间，这段时间，然后扩大战争，激怒伊朗，然后让伊朗来讲加大对美国的攻击。所以说，我觉得中伊铁路这次被炸，在这个军事的战略层级上面来看的话确实是有升高这个战争的一种可能性会升高。那第二个，就国家战略来讲的话，那伊朗当然希望借这场行动升高战争，让这个伊朗再继续加大对美国的报复行动，让美国继续介入这场战争。所以我觉得，在此情形之下，那我们当然就看到川普真的是想脱身就没想到一个是他铁杆盟友不让他走，另外一个是他敌人不让他走，敌人不让你走也就算了，结果你的铁杆盟友也不让你走。所以川普为什么在安卡拉会议上面2次的誓言，我觉得他心里正在烦恼这件事情，怎么样脱身，怎么样安抚他的朋友，怎么样去面对他的敌人。好，谢谢李将军。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观众朋友们，我们要开会员频道啦！因应呢美中、中东还有印太的乱局，你看到的是新闻，我们看到的是背后谁在操控这个世界。加入会员可以取得独家视角的通行证，你将优先取得更深的观点判读，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历史脉络拆解、局势推演逻辑。同时解锁会员勋章、优先互动权、问题解析、幕后花絮，支持我们制作高品质的影片。点击下方的加入键，一起成为战友吧！我们会员频道见。